前段时间啊，跟朋友一起吃饭，就有人问我啊，他说王局啊，听说这个习近平在20大之前要下台，李克强要取而代之，您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啊，怎么可能呢？是吧？因为国内没有任何朋友会去讲这样的内容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有人来问我会觉得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相信这样的政治分析呢？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在 YouTube 上有些这个中文的博主啊，这有鼻子有眼的分析这件事情啊，就觉得这习近平马上就不行了，而李克强要取而代之。我看完之后呢，就觉得一方面觉得特别可笑啊，因为我觉得他们离中国的政治生态真的是太遥远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有点可悲，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些所谓的毒鸡汤啊，在麻醉着海外中文的这些信息里面啊，其实对海外这些所谓的这个信息圈里头啊，有非常大的危害。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如果大家是反复接受这样的信息的话，这种低质量的信息啊，我们就会慢慢丧失对那些正常信息的判断力，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我们一个人呢，在了解这个外界世界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坚持所谓的用事实和逻辑来进行判断。这个不取决于我们反对的人是什么样子，也不取决于我们的境遇是什么样子。一旦我们要丧失了对事实和逻辑的基本的判断呢，我们自己就废了。所以我个人一直说啊，我们不管是什么境遇，我们也不管呢，实际上我们反对的是什么人，我们坚持自己的标准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对手。当然了，我觉得这些政治传言啊，这些不靠谱的政治分析啊，在海外华人圈子里头流行啊，也有一些客观原因。这个客观原因有2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国内的这个政治运作啊，它本身极不透明，都是黑箱化操作。大家都知道啊，这共产党本身它这个政治运作真到走程序的时候，实际上那就是个形式。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博弈啊，都是在那个程序之前完成的，而且都是密室政治的产物。你说这个常委到底是谁能上，谁不能上？这个总理谁能当，谁不能当？包括下一任的总书记到底是谁啊？这个东西你是无法依据公开的政治资料以及公开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得出结论的。这一点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一样，不光是中共啊，你看那朝鲜，对不对？包括原先的前苏联都一样。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它共同的特点就是政治黑箱操作。我们为什么说它离政治文明非常遥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跟古代的宫廷政治剧啊，它有区别，但是呢，性质上从某种的角度来讲是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对过去10年共产党的执政者啊不满意，所谓的天下苦秦久矣嘛。因为改革开放40年啊，毕竟是说实在的，前30年老百姓还是过了很多好日子。然后呢，这几代共产党人呢，虽然说啊，他坚持的是共产党那一套啊，但是相对来讲啊，普通老百姓也从某种角度来获得了这实惠。但是现在过去10年，大家觉得啊非常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权力不受约束啊，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啊，对外搞战狼外交啊，对内搞这种所谓的防疫措施啊，然后对这种权力、对这种言论自由的打击，对民营企业的打击，应该说确实很多人都苦不堪言。那在苦不堪言的情况下，再加上那种所谓的政治黑箱操作，就为这种所谓的阴谋论呢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因素。所以有些人曾经讲过嘛，所谓的政治谣言呢，有的是这个遥遥领先的真相，而有的是我们的愿望，可以给我们带来片刻欢愉的那种所谓的希望。这就是这些政治谣言啊，不靠谱的政治分析啊产生的客观条件。但我仍然要讲啊，尽管如此啊，其实这种政治谣言或者说所谓的这种不靠谱的政治分析啊，这种毒鸡汤啊，仍然非常有害。就我前面讲了，我们一旦要是丧失了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和这种基于逻辑的分析啊，我们其实会离这个国内的这个现实越来越远。
我当时刚从国内啊翻墙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推特上的很多所谓的这个反贼啊，打个引号的反贼啊的言论啊，我看了之后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太不了解中国现实了。比如说他们天天传这个三峡大坝要垮了，中国经济要崩溃了，然后这个共产党马上要倒台了，就这些言论天天在传。那因为我们在国内生活啊，就会觉得他们这些所谓的分析啊，离国内的社会现实太远了，相差实在是太远了。那么你就会觉得啊，这些人不靠谱，很可笑。很多国内的人，我相信啊，跟我这种观感是差不多的。就刚上推特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可笑。他会觉得这些人虽然反共啊，反对共产党啊，但是比共产党还不靠谱，还可怕。如果要是形成这样一种观感，你想想，你能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吗？既然你们很多人把这个反共啊当做你自己的信仰啊，但你要反共的话，你总要取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吧。但是你天天传的这些不靠谱的谣言，不靠谱的政治分析，自己麻醉自己，你想想，你会把老百姓都吓走的。我纯粹的站在对方的政治立场上，我告诉你，你这种做法都会把老百姓吓走。更何况我刚才讲的，你基于一个人正常的人，你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你要坚持自己分析事物的方法，这个跟你反不反共没有关系，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要用愿望来麻醉自己，不要把愿望当作事实。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讲一讲为什么所谓的习下礼上啊不太靠谱。虽然我呢其实不是一个时政博主啊，我其实你看我过去做的那些选题，基本上都是社会新闻，就事论事，因为我认为我没有那种独家爆料的信息，中南海我一个人都不认识，那个政治局常委里头也没有一个人是我的亲戚，他们也不可能把消息告诉我。所以你说我要做时政分析，我怎么分析啊？只能基于一些所谓的常识。但是这些常识呢，我觉得看看那些人家那些西方主流媒体的那种分析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做时政分析不在行，我也不做。但是呢，我今天主要是想讲的有些东西为什么不靠谱，这个我能讲。就是我虽然说我做不出独到的分析，但是我知道什么分析是不靠谱的。第一个方面啊，如果习下礼上真有迹象，西方的主流媒体不会没有报道和分析。大家可以看啊，西方的主流媒体 CNN、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路透社，这些都是长期跟踪中国社会时政新闻的，他们有专门自己的分析和写作班子。这里面当然也有靠谱的和不靠谱的，在我看来啊，最靠谱的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相对来讲没那么靠谱。他们你去看啊，过去几次所谓的政治局所谓的那个常委名单的时候，那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啊都报了，后来都不准。就我私下了解的消息啊，当时纽约时报其实也拿到了这份名单，他们就没报。私下里他们讲，他说这份名单呢，他们也拿到了，跟路透社跟华尔街日报一模一样的。他们第一认为不那么可靠，第二呢，他们认为预测这样的名单本身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很快这个常委名单就会出来了嘛，你早那么几天公布有多大意义呢？从这个细节我就得出来，纽约时报在这几大媒体过程中间相对来讲是最靠谱的。所以我一般看中国的时政分析，我认为我会首先选择看纽约时报，华尔街和路透社我就打一个问号。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那些媒体就更不靠谱了。所以呢，如果要是有所谓的中国的重大政治变革的迹象，这些西方主流媒体相对来说比这些华人的自媒体要可靠得多。所以很难出现所谓的华人自媒体已经把这个事情说到这种程度了，但是在西方主流媒体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报道和分析。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依据。你看我说的都是常识啊，就是依据我判断的常识，并不是说我有独家的信息告诉我这个习下礼上没可能。第二个，共产党其实对外啊也有一些放话的渠道，
这些放话的渠道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方面。就如果他党内出现不同声音的话啊，第一个就是国内的不同区域的报纸，比如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他就没有让北京的媒体报道这件事情。率先报道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是深圳的媒体和上海的媒体。大家如果去查一下这个，你会印象非常深。所以当时邓小平被报道南巡的时候，北京的媒体非常紧张，因为他们认为这么重要的新闻首先应该由人民日报来发表，或者北京日报。结果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都没有拿到所谓邓小平南巡的消息。那这是共产党内部他们放话的一个传统。如果要是有不同声音的话，可能会通过不同派系的报纸把它传递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境外的一些所谓陆资控制的媒体，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的这个大公报、南华早报，甚至也包括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这几份报纸也是共产党向外放话的一个固定的渠道。大公报早了，大家都早了就是后来形象不太好。南华早报这2年呢，就更多的取代了早年大公报这个位置。但这一部分放话的信息呢，基本上主要集中于中国对外的关系上，还不是说党内的不同派别。这些不同的党内的政治派别很少通过这个渠道来放话。这个渠道放话的内容主要是，比如说中国要想跟美国软化一下态度，自己又不好意思讲，往往就会通过这些亲中的媒体来报一下。凤凰网有的时候也扮演这个角色凤凰卫视有的时候，因为看起来是一家香港的媒体，现在其实也是基本上大陆完全控制的。这是第2个渠道。还有一个第3个渠道，有的时候呢也会党内不同的声音放给西方媒体，但是这个呢应该说都是一般不是一个常规的行为。比如说大家如果看过沈栋的那本书，讲到当年《纽约时报》报道温家宝家族的事件其实就是薄熙来这批人把这个证据和消息给了《纽约时报》的记者。《纽约时报》的记者拿了这些材料之后呢，自己又做了一些信息核查工作，然后核查工作之后形成之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这篇报道。党内斗争很激烈，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原因给西方媒体放料。但是你看到了吗？党内媒体、党内的权力斗争，即便是要放料的话，也从来没说过，也从来没发生过把这些消息放给 YouTube 上的海外自媒体博主，从来没有过。你去查，从来没有过，不可能。你想想，这些海外自媒体博主都是什么人呢？都是被共产党赶出来的，有的人在美国待了10-20年了，是不是？共产党把他赶来，回不了国了。你想想，那些政治局常委、那些政治局委员、那些省部级大员，会把消息报给这些人吗？你首先是没有影响力呀，对吧？因为他把这消息报给西方主流媒体，一旦进行报道，所形成的那些影响力，很快会传遍全世界。但是你想想，你看这些自媒体的人，天天坐在 YouTube 上那个地方，他这个分析来分析去，分析这个席上礼下，在西方主流社会形成任何影响力了吗？没有啊。所以他即便是放料，他也不会选择这些人去放料的。所以我说这也是一个常识，就是共产党内部即便是有不同的声音，即便是有不同派别，他也不会把这样的消息放给 YouTube 上的那些海外华人的自媒体博主，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第3个方面，我来讲一讲习下李相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习和李是同一代的，按照共产党的接班序列来讲，他们是同一代的人。当年最早习没有出来之前，其实李是一直被当作太子来培养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团派干部，很年轻，30多岁的时候到河南当省长，被称为娃娃省长，后来又调到辽宁，又进了政治局，又进了政治局常委。他从一开始就被当作太子来培养，但是后来习近平异军突起，所以形成了两强竞争的局面。有一段时期，他们2个人的位置是差不多的。当年我还在中央电视台做新闻评论员，当年做新闻评论员的时候，就给我们下达指令，就习负责了一个项目，李负责了一个项目。习负责的是足坛扫黑，
李呢负责的是扫黄，然后呢要求我们评论员组进行评论，上面就专门给我们发指令，说对于这两个评论、这两个话题的评论要保持平衡，不能偏废。因为你一旦偏废的话，大家都知道啊，每个人习和李各领了一个项目，那么外界可能就会解读，好像是中央电视台对这个事情有立场，或者是他不认为你中央电视台有立场，会认为你上面对这个问题有立场，所以就要求我们对这两个项目的评论必须要充分保持平衡。后来习战胜了李，当了这个老大，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两个就是一代人，年龄相差不多，所以按照共产党的接班序列来讲，即便是习下，也不应该是李上，因为他应该是找一个比这个李呀，比这个习呀年轻10岁以上的人来接这个接班序列。你们去看一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啊，总理去当总书记只有一例，就是当时的赵紫阳取代了胡耀邦。这个呢还是一个意外事件，因为胡耀邦86年啊辞职啊，是因为86年的学潮，所以胡耀邦辞职了。辞职之后呢，赵紫阳当了总理。除此之外没有过了，因为在共产党的权力序列里头，这个总理啊跟总书记啊是并行的两条线，基本上做总理的人不做总书记，做总书记的人不做总理。你想想89年李鹏立了多大的功啊，然后赵紫阳下来之后，李鹏也没有取而代之啊，宁愿在上海找了一个江泽民过去，直接越过李鹏当了这个总书记，也没有选拔李鹏当总书记啊。所以在共产党的权力序列过程中间，总理和总书记基本上是两条线，要退一起退，基本上总理不会越线去过去当总书记。这个你只要熟悉共产党这个所谓权力结构的啊，基本都知道。更重要的一点，你说党内现在有没有反对习近平的声音？肯定是有，这个不意外，因为现在搞的这样一种高压政策，党内许多人实际上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我也听得到。比如说他规定副国级干部1年要搞2个调研，副国级干部啊，但是现在说实在的，想出北京非常困难，出去之后都回不来，所以其实很多高级领导也有怨言，我也通过一些途径听到。但是你说有没有组织的反习力量？我认为根本没有。为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基因里啊，就是一个崇拜强人政治的这么一个政党。比如说有人说这个程序说是不能连任，首先是不能连任的只是国家主席，共产党的总书记从来没有规定过不能连任啊，他也没有任期限制，只是有一个中办发的一个暂行规例，说党政干部的这个所谓的任职管理条例里头说，同一职位连任5年之后不再推荐，但那只是中办发的一个暂行管理条例，没有太高的法律约束力，尤其是对党的干部这块。就共产党这个政治基因里，它就是崇拜强人政治，所以说有政治强人出现的时候啊，共产党这些人很多人尽管有怨言，他说白了，其实很多人并不特别排斥。很多人可能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真的是如此啊！你像老毛当时搞了30年，其实你说那些人怕不怕老毛？有些人有没有意见？他真的是有意见，但就是这种强人政治的格局啊，使得他可以一直执政到死。我的理解啊，今天也差不多啊。习上任之后啊，一开始跟王岐山联手，把党内的反对派基本都肃光了，军队他通过他的改制啊，权力也紧紧抓在自己的手上。现在党内成气候的反习的根本不存在，根本不存在。想要通过党内的所谓的政治斗争把习搞下去，也根本没可能。这是我基于我自己的政治常识啊进行的分析啊。那很多人会说了，王局啊，那怎么办呢？太绝望了，是不是？那至少他要下去的话，好像中国还有点希望啊。那不下去，再执政10年20年怎么办呢？我想说的是啊，不管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可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不能自己骗自己。假如说你自己骗自己，你过了今年20大，他如果继续执政，你怎么办呢？你还会自己骗自己吗？到了明年两会，他又继续当国家主席，你又怎么办呢？
所以我说的意思啊，就是我们首先要基于现实来做分析，来做未来的目标规划。我的感觉啊，我自己的方法是，我们把对中国未来社会啊的分析也好，憧憬也好啊，不寄希望于某一个人的所谓的上台和下台，甚至某一个政党的上台与下台。我的分析标准是，中国的老百姓会不会过得更好，中国的社会会不会进步。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社会在缓慢进步，我们就应该高兴；他如果退步，我们就要讲道理，我们就要把它讲出来。中国的老百姓如果过得好了，我们就应该为他们感到欣慰；如果过得不好了，老百姓受到各种各样的非难，或者说退步了，我们就要把道理讲出来。我的标准是这样。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囿于那些所谓的那些政治秘闻。我承认呢，我对所谓的政治秘闻从来不感兴趣。我对那酒桌饭桌上讲到谁入常委，谁当什么，我从来不感兴趣。一个是我也没有办法判断这些事实的真伪，另外一个是这些信息，我个人本身认为其实都是跟那些政治密室运动跟政治密室运作差不多的那种方式。这相机又发热罢工了啊！好，咱们接着聊我过去在节目过程中间其实说过好几次，我认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让普通百姓的觉醒。他们真觉醒了，这个社会的文化变了，土壤变了，我们这个国家才能发生一种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变革和制度变革。在这个完成之前，某一个人的所谓的兴废、上台与下台，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可能会有，但是有限。而且呢，你也不能保证，即便如此，就一定朝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比如说习下了，上了一个人就会比他好吗？不知道甚至有可能更差对吧？所以呢，把这些中国改革未来社会的这种希望寄托于某一个人身上，在我看来本身就不正确。虽然呢，要想让我们中国的民众觉醒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毕竟14亿人，有那么多文化程度还很低的，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甚至是文盲的人。但是在我看来，要真正实现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变革，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必须沿着这条路做点滴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间，在我看来，不断的推广常识，不断的普及常识，不断的向大家讲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在参与这个伟大的进程的一部分。而在这个过程中，传那些所谓的政治八卦，传那些所谓的这些所谓的秘闻、政治秘闻，对这个过程中毫无益处。为什么？它会让那些本应该对中国社会前景还充满信心的人会不断的陷入到绝望之中。因为一个人上当1次可以，上当2次可以，你上当5次、10次之后，你自然就会反思，自然就会不再相信这些所谓的政治八卦们、政治算命师们，对不对？那么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就是负面的吗？对我们要推动所谓的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不就是负面的吗？所以我奉劝所有海外的华人不要的轻易去听这些所谓的政治听床师们的政治所谓的这些政治秘闻，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有这些时间一方面过好自己的生活，做好自己的生意，学习好自己的学习，在此基础上能够把那些这个世界上最普通的、最朴素的那些简单的常识告诉我们的国人，普及给他们，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意义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